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一款2022款的奥迪 A3。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奥迪 A3呢，它在美国定位于次紧凑级轿车的市场，它的对手呢主要是宝马家的2系、奔驰家的 A Class 啊。首代 A3呢是1995年发表的，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呢，销量一直都很一般。从2014年到2017年是它的高光时刻，每年呢大概2万到3万台。从2018年到2019年呢，每年就是万把台的销量哈。那近几年呢，由于车款式比较老，销量下跌的比较严重。这几年呢，就是几千台的销量哈。这一代的奥迪 A3呢是第4代产品，它在其他市场呢是2021款上的，但是直到2021年底，这个车呢才陆续抵达美国，是以2022款的身份进行销售的。这代 A3呢，源自于大众的 MQB 平台，跟 MK8 的高尔夫呢是同胞兄弟哈。这车总长呢是176.9寸，比老款长了1.5寸，比 A4 呢短了10.6寸。含径的宽度是78.1寸，比 A4 呢短了1.5寸。这车高呢是56.2寸，跟 A4 呢是一样的，比老款呢高了0.5寸。轴距这个车呢是103.5寸，比 A4 短了7.5寸。这车的整备质量呢是3329磅。车辆悬架的设计呢，前悬为麦弗逊结构，后悬为4连杆的结构的设计。动力总成这块，那如果它叫 A3，它就有2种，一种呢是前驱，还有一种呢是4驱。这2款车呢采用的是 2.0T 4缸发动机，配的7速双离合变速器，最大马力201匹。最大扭矩221磅 ft。当然，你要想买更暴力的版本呢，这个车还有4缸高功的 S3 版本，以及配了 2.5T 5缸发动机的 RS3 版本哈。那 A3 呢，不论是前驱还是4驱的，在美国跟其他奥迪车一样，都是分为低、中、高3个基础配置啊。那油箱容积这块，前驱车辆是13.2加仑，4驱的是14.5加仑。EPA 公布2022款的奥迪 A3 呢，在综合工况下的油耗。前驱是32 mpg， 4驱是31 mpg。奥迪为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车呀，是我这段在试驾的一款2022款的奥迪 A3 40系列4驱版本， 2.0T 发动机加7速双离合变速器。在基础配置里面有 10.25寸的液晶仪表、LED 的灯组、3分区的空调。这台车加配了一个 Premium Plus 的包，它就相当于中配了啊，并不是顶配。中配这个包里呢，包含主动巡航辅助、全车警报系统、奥迪的道路保持辅助、奥迪的侧向辅助含后侧向交通辅助、内自动防眩目后视镜、司机记忆座椅、驻车辅助。它还加了一个 Technology 包，里面有导航、有 BO 音响。这车的前后轮胎呢都是225/4018的。这车基础配置加上选装，再加上运费 ，MSRP 的总价为44440元。这个车发动机来自于匈牙利，变速箱来自于德国，总装下线于德国工厂。那当我拿到这台全新的 A3 之后呢，我个人来讲，从外面轮廓看，并没有感觉到跟之前的 A3 有太大的区别哈。奥迪车呢，基本就是这样，就是你临代改款、临代换代呢，你看不出来太大的改变啊，在外形上。只有把现款车型跟很久以前的车型放在一起，才能看到奥迪设计风格的转变。那奥迪家族最早之前的设计风格呢，都是大大方方、圆咕隆咚的哈。这2年呢，随着车坛的流行风格的改变，它的车呢设计的也都是比较战斗、比较运动的。那这代 A3 呢，在保持着上一代大致造型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的改进，并且跟现如今家族的流行设计保持了一致，进行了更新。那前脸来讲变化并不大，让你一眼就能看到变化了，就是这个灯组的造型哈，它呢也是跟目前家族保持了统一的设计风格哈，采用了一个异形大灯的设计，里面不同区域呢设计的也是比较复杂哈，包括这个日行灯的形状做的也是非常复杂。这个车呢是有雾灯的，但是雾灯呢并没有单独放出来，它是整合在了这个前方灯组里面哈。前机这盖子呢也跟家族车型保持了一致哈，做起来几条筋显得是比较有力量感、比较运动的。这面呢虽然它做出来造型，但是并不是透气的哈，并没有跟风做出来一个导气孔。侧面造型呢，其实来讲跟上一代没有
太大的改变，也没有太惊艳的设计。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奥迪家的这个尺寸的3厢车、过日子车哈，设计师呢并没有把这个车设计的太过于个性哈。那即便它也有钢炮的版本，但是设计师对于它造型的设计呢，还是属于可爱范儿的，并不属于那种非常激进的造型哈。那对于这台车的配色方案呢，我感觉还是比较老派的哈，感觉回忆满满。想当年这种配色，你像车身是白色的，车顶是黑色的，出来之后呢，还是受到了很大一部分消费群体的喜欢哈。有的朋友呢，甚至在车顶不是黑色，他都给你贴个膜，贴个黑色的啊。这台车呢，用的是4条18寸的胎。轮毂呢设计也是比较复杂的，整体看下来，轮胎的大小跟车辆匹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作为这台车来讲呢，它的配色方案上并没有摒弃电镀亮条的装饰哈，在适当的位置也点缀了这种电镀亮条。这车的后风挡呢也有一个大角度的倾斜，后尾巴设计的并不是很长哈，有一个短小精悍的感觉。灯组的外形呢，看着跟上一代差不太多哈，但实际上里面这个设计啊，多少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个车呢，配备了在美规车的这个价位上很少见的后方雾灯哈，这个车是有配的。后备箱呢也有一个上扬的小造型哈，在保险杠上一边有一个反光饰板，排气管子呢做的还是比较谦虚的，做的隐藏式的设计哈。这车呢，由于后面风挡的倾斜角度比较大，再加上后尾巴比较短，后备箱的开口是比较利的哈。这边呢也有个挡头哈，并没有采用2系那样非常溜平的设计。这边呢有个12伏点烟器插口哈，下面是一个储物格，右面就没有什么了。右侧呢有个非常得心的挂钩，盖板打开呢，里面是个简易的备胎哈，这年头还给放备胎，还给配备胎，真是不太容易。随车工具呢放在这下面了哈。第2排座椅呢支持4:6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呢可以买个稍微长点的东西就能装进去了哈。那坐到里面呢有几个感想哈。第一个感觉呢，它这个内饰跟上一代变化相比，外观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里面的内饰呢打破了之前奥迪家族的家族套娃式的内饰哈，还是有一定新意的。据官方讲，灵感来自于兰博基尼啊，这个是真是假不知道，但确实呢，造型跟之前奥迪的风格呢有着很大的改变哈，显得呢是比较战斗，显得比较犀利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车里并没有看到奥迪目前流行的3块屏的设计哈，也可能这个设计风格呢，今后就是奥迪小车的主打设计风格了。第3个呢，像奥迪家族最先开始使用，目前车坛正在流行的，在前中控台上贯穿式的出风口，这台车呢也并没有使用哈，它的出风口呢这边一个，这一个，然后那边俩，它把一些换挡手柄还有一些使用元素都做成了全新的设计哈。那诚实地讲，在奥迪车上呢，塑料件可能不是它的强项，但是它电镀这种金属质感的材料呢，应该是它的强项哈，摸着感觉非常好，包括像空调这小堵头啊，像这个金属质感的小装饰啊，感觉都非常棒哈。那从左面，在门板上是门窗控制、车门控制、记忆按钮，在仪表盘左侧呢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按键式的灯光控制。这台车呢是有前后雾灯的，仪表盘呢也是家族的一块液晶仪表盘的通用件。透过方向盘下面这个 View 键，可以选择让2个实体表大一些，还是2个实体表小一些。那透过左面这个菜单键，再包括上下波轮，波轮往下按呢是 OK 键。包括上面这个左右方向键来控制整个中央仪表盘的显示内容。方向盘呢也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了，3辐式的设计，中间的安全气囊做的比较小，方向盘是比较粗的，而且方向盘的截面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手放在上面还是挺舒服的。3.9点有手型设计。方向盘左面的按键呢，主要是负责调节中央仪表盘的，右面的按键是语音控制、多媒体控制。左面呢有2个掰杆，上面是常规的灯光掰杆，下面呢是巡航掰杆，右面呢是雨刷器掰杆。这个屏幕呢也是家族的通用件了，它没有外控操作装置，它是一个触摸屏，直接拿手上去怼就行了。屏幕呢是以深色为背景色的，看着呢非常清晰，色彩也不俗气，反应呢也还算可以哈。这个车也有苹果手机的无线 CarPlay 哈，这都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了，非常中规中矩。这个车呢是没有全景影像的，只有倒车影像，右面呢是一个雷达示意图哈。这个车呢是有泊车辅助的。这台车的空调控制呢，并没有像奥迪在其他新世代的产品那样用一个液晶屏，
把这个系统整个集成进去了哈。它还是采用着一个小液晶屏，旁边呢是很多实体按键的形式。当然，我觉得这样用起来，我觉得更顺手哈，这个见仁见智了。然而这套系统呢，更新之后多少有点减分哈，它并没有像之前 A4 那样，当你手与虚接触上的时候，整个键子有反应，这个是没有那个功能的了。当然没有也无所谓，我还是觉得比液晶屏好用哈。这个车只有座椅加热，没有座椅通风。驾驶模式的选择有舒适模式、自动模式、动感模式和自定义模式，但我一般呢都放在舒适模式哈。电子稳定的关闭、自动启停的关闭、紧急信号、驻车雷达、驻车辅助。在下面呢是个无线充电板，那边有2个小插口哈。奥迪家族呢也是比较早使用的电子换挡手柄的，但它虽然是电子挡杆呢，但是一直设计的样式呢就还像传统的手柄一样。这台车呢更新了换挡样式哈，它取消了换挡手柄，留下这个小掰钮哈。当你往上掰的时候，掰到最上面是 R 档，往下一点呢是 N 档，再往下呢直接就是 D 档，一按呢就是 P 档哈。多媒体的按键呢也进行了更新，它实际上呢上面是一个触摸按键，逆时针滑动的时候是音量减小，顺时针滑动的时候是音量增大。按上面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屏幕就关闭了；按下面呢是静音，按左右呢是曲目的选择。扶手箱呢不太大哈，里面空间不太大，扶手箱上面这个盖板呢可以拉长或缩短。现在坐进来以后呢，我将座椅调到最低，空间呢没有任何问题啊，头部空间、腿部空间、横向空间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车呢，当座椅调到最低之后呢，也感觉到身体还是比较高的哈，并没有那种类似于屁股贴到地那种错觉哈。不知道在 RS3 上有没有这种感觉？座椅呢，还是典型奥迪在小型车上这些座椅的感觉哈。这座椅呢不是很软，填充物材料呢稍微比较硬，但是各个部位呢都能给你支撑得很好，但是又不像钢炮座椅那种把你包得非常严那种感觉哈。多少还是有点舒适感的，兼顾了一些舒适感。这个车呢，座椅腰靠是4项调节哈，其他呢都是常规选项了。像德系比较愿意采用这种头枕呢，可以前后调节，这个车也是带的哈。虽然这个奥迪 A3 呢是目前奥迪在美国产品序列当中的入门车型，但是呢，感觉里面并没有怠慢哈，包括里面的做工啊，包括产品的用料啊，都还可以哈。再加上设计的比较运动，长得比较像大哥的中控台，坐在里面呢。静态感觉还是比较战斗的哈。坐进来以后呢，诚实的讲，这车的后排空间非常一般哈。首先头部空间，我要是直腰的话，我的头顶不是头发，头顶能够顶到顶棚。腿部空间呢，这个座椅是适合我的位置，是比较靠后的位置了。那个座椅呢稍微往前点，那边的腿部空间稍微能好点哈。我这边呢也是将能把我的腿放下。座椅呢，它的填充材料跟前排是很类似的，是稍微比较硬的座椅。然后它有一个凹槽，你身体呢是可以陷进来的，但缺点是它后面这个椅背啊设计的是比较立的，你这样坐在里面呢，只有正襟危坐的感觉。这个我也理解，它为啥不把这个座椅稍微仰角的做大点呢？一个是怕影响后备箱的空间，再一个呢，仰角再做大点，你的头部空间后面会更差哈。后面的配置呢，这个车所谓的3分区空调，它这个后面是只能调节温度哈，只能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下面有2个充电口。中央扶手上非常粗犷的设置了2个大杯架，前排这个座椅啊还是这反毛皮和皮革相拼接的哈。后面坐俩成年人问题不大哈，就是头部空间有点吃紧，坐3个人呢就有点挤了。而且它中间地台呢隆起是比较高的，中间呢要是坐人呢姿势也不是很优雅哈。这台车发动机舱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德国原产车上那份精细哈，里面包括这个走线呢，包括你看这线头的处理哈。都还是比较精良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这台车尺寸比较小，前面发动机舱呢也比较矮，里面这些部件啊做的是比较紧凑的，紧凑但是不乱，给人的感觉呢还是可以的。但是你看，作为奥迪家现在新时代的产品，这1字板内侧呢也不给你盖上了哈。你看这如果要在这块加个塑料板，把这个乱七八糟东西不该看的东西给盖上，视觉效果能更好一些哈。A3 这车呢，这几天体验下来哈，给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它这个动力系统。这台 2.0T 机器呢，装在这个车上，感觉动力啊足够用，甚至我感觉在有一些速段呢，还有一些惊喜。比如在初段，你在起步初段的时候，由静止加速，你的油角有的时候给不好，车呢就容易往前窜啊。中段加速呢，是这个车动力输出感觉最舒服的一个速段啊。动力反馈的比较迅速，在城市里穿梭呢是游刃有余啊。
涡轮介入的时机呢也还是可以的，可以比较清晰的感觉到涡轮是什么时间介入的。你比如你静止起步，你要脚一直踩在油门上，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2000转左右，车身呢被外力突然的拉了那么一下再比如你在高速上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或者你高速巡航的时候你要2次加速或者减速之后再加速，那这个时候车辆呢就要需要更多的响应时间，油门呢你得踩下去，稍微闷那么一瞬间，车辆呢才能有更大幅度的动力输出当然，对于 2.0T 的机器呢，咱们要求的也是有点高了但确实呢 2.0T 的机器可以做得更好。7速双离合变速箱呢，总体感觉是比较平顺的，在正常行驶当中呢，你感觉不到有什么顿挫感那即便你观察转速表，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察觉出来它换挡但有一个场景是比较例外的，就是当你把驾驶模式放在了舒适模式，如果你在城市堵车在城市里蠕动，在堵车的时候呢，停车起步，那由于在舒适模式下，车辆要保证燃油经济性，那你刚起步，车辆呢就会升档，那你一刚升档呢，前面的车辆呢马上就会停因为堵车嘛，那你就得赶紧踩刹车，这样呢车辆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顿挫。那如果像这样长时间堵车、长时间蠕动的话，起步升档停车一更等，起步升档停车一更等，反反复复这样确实挺难受。那后来给我逼的没办法每到城市堵车的时候，我就把驾驶模式呢切换到运动模式。那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它就不爱升档了嘛，它就要拉高升档的转速嘛，升档不积极了，就不存在这个顿挫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发动机的声音就更响了。实在是难以找到这台车在城市里堵车蠕动的最佳打开方式这个车所有的操控装置都很轻，包括油门刹车的踏板包括方向盘的转向力度都相对较轻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更多的小姐姐，方向盘的转向力度低速是非常轻的，你在低速揉个车位打个方向都没有任何压力那同时在高速上，这个车的方向也很轻，这个确实有点非典型奥迪了还有一点令我比较吃惊呢，就是这个车的刹车踏板，这个车刹车踏板的前1/3都是矿亮这点属实也是有点非典型性奥迪了，不知道是不是这台厂家体验车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各路大神一路造，把这车造的太狠了。但不管怎么样，这车呢，我在踩第一脚刹车的时候，确实有点让我吃惊但坦率的讲呢，你要踏过了这1/3的行程呢，之后的刹车还是一如既往的奥迪刹车效果是非常可以的，刹车的距离呢也挺理想的，也没有什么槽点这车呢，隔音诚实的讲做的非常一般，但话说回来在这个尺寸、这个级别，目前也没有哪个厂家合计做隔音了。对待噪音问题的态度呢，也都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发动机的声音呢，自始至终，只要你打着火，它就不曾远离。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再加上胎噪，就构成了整个噪音体系风噪呢，不知道是本身控制的就好，还是被这些其他噪音给掩盖住了听不太清楚风噪声。这车悬架的调教感觉呢，还是典型的奥迪车在小车上的调教的范儿你说不上多硬，但你也谈不上多软。过一个起伏路面呢，它也能有2下非常谨慎的忽悠的感觉，但绝对不会放纵。处理路面颠簸呢，也是比较适度的处理吧。车内呢，也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各种路况。总体来讲，它颠簸的处理呢，比宝马330还是要舒服一些相对来讲还是要舒服一丢丢。但是呢，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侧倾处理上，它还是不如330的。我在经常跑的一个高速弯道用同样的速度过弯，这个 A3 对侧倾的处理、车身姿态的感觉，明显能够感觉到不如330控制那么稳妥你像主动巡航辅助驾驶这几天体验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属于典型奥迪家族的产品吧，比较好用，也没有什么槽点。那这代 A3 呢，全系标配48伏的微混系统，在原理上呢，大家就自行查阅吧，我就不在这儿占用时间了。那在使用层面上呢，我想讲的是，我确实也没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那如果吹毛求疵呢，只有一个感觉是有区别的，在你启动那一刹那，就当你踩下刹车踏板，按下点火开关之后，你要稍微等一下这个车辆才能启动，它要缓冲个1到2秒这1到2秒呢，用电器是开始工作了就是发动机没启动，要在那儿静静等待1到2秒钟，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感觉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讲呢，这台新世代的 A3 算是一台灵活、好开、动力充沛、油耗美丽的一款非常有质感的小车。综上呢，就是这2天我体验这个2022款奥迪 A3 的视频。这台车呢，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外观比较可爱，内饰设计的比较惊艳，应该算是一台精品小车
动力上，如果单说这个 A3的话，在这个级别里，动力上应该来讲还算可以。但这台 A3呢，也绝对算不上是钢炮哈。那如果想看它这个钢炮版本呢，更多的还得看那个 S3或者 RS3哈。那从空间上来讲呢，这台车呢也不太适合人多坐，1到2个人或者小家庭代步呢，问题还是不大的。整体看呢，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硬伤哈。有喜欢这车的朋友呢，也可以看一下哈。以上视频，谢谢大家。